本节目由外星人电解质水冠名播出，给身体充电，喝外星人电解质水。本节目由康师傅红烧牛肉面联合赞助播出，潮就要这个味。上周，中国潮音半决赛落下帷幕，全国5强轮番较量，突出重围。本周，中国潮音迎来年度盛典，全国5强凝聚最强厂牌，潮音新乐府将在今晚首度亮相，发出最强声浪。再来2遍，我可能就要哭了。这个实验真的是相当的成功。盛典之夜，5位乐府令将下场助阵。要出来吐对不对？咱们这一半也不是出来吐。今年最后一嗨啊，嗨完过年。我要夸你10分钟以上好吗？不要被我的语言能力所吓倒。共同见证年度最佳国潮音乐人的诞生。获得年度最佳国潮音乐人的是。收官之战，烽火不停。欢迎各位来到由酷狗音乐和优酷视频联合出品的《外星人电解质水中国潮音年度盛典》的现场。我是今晚的主持人大佐，大家好。接下来掌声有请我们的5位乐府令登场。首先欢迎到的是亚东老师，接下来欢迎到的是我们的张靓颖老师、大张伟老师、薛之谦老师、毛不易老师，欢迎各位。薛老师，你看他们变化多大？你看18老师18在哪里啊？在那儿呢。哎，还俗了。哎，真的，他平时上台就是感觉特别仙风道骨，今天跟张丰毅老师一样是。哎，你一说真的很像哎。那其实呢，今天呢也是我们中国潮音的最后一站了，所以首先一开始要问一下我们的5位乐府令哈，对我们今天晚上的5组的国潮音乐人有什么样的期待和寄语呢？我先来。哎，时间过得好快，不知不觉已经到了总决赛。我说实话，我非常留恋这个潮音的舞台，然后也非常开心能和毛毛、大张伟、还有靓颖、还有薛之谦一起在乐府共事。我们所有的音乐人认识你们很开心，然后我觉得今天就无所谓，大家新的一年开心玩起来就可以了。因为我确实是这一次是一个比较不一样的体验。哎。就是我除了看到大家台上的那一面，还有生活当中大家的个人喜好，大家对音乐、对生活当中的一些细节的一些小强迫症之类的，但我觉得都特别有意思。对，所以今天突然就最后一期了，既期待又比较舍不得。对，希望我们就是今天晚上我们精彩之后，我们继续我们未来的分享。其实输输赢赢什么的都无所谓的，最主要就是大家开心了，对吧？一起玩音乐，在一起相处这么久，就开心就好了，好吧？谢谢，哎。谢谢。OK， 我了，好，谢谢各位啊！因为我们这个节目确实大家都很努力的爱音乐，因为在这个时代能够真挚的爱一件事情已经是非常难的一件事了。然后各位都是为了我们中国这个传统的文化能够新的能够结合。然后虽然说没有造成什么多大，然后但是我们能够为这个里程能够往前走一小步，都是我们所有人努力的结果。谢谢各位啊！大张伟老师上升了价值哈，你看毛不易怎么接？你说这价值已经上这么高了啊！哇！
我觉得我们这个潮音这个节目，虽然它看似是一个有竞赛性质的表演的一个节目，但是从一开始和其他节目相比，它竞赛的性质就没有那么强。我们每一个音乐人在这个舞台上也都没有。想要去为最后这个结果特别的努力，大家反而是跟彼此的合作当中，然后彼此音乐上的交流，这个是大家非常非常宝贵的经验，也是我们在这个舞台上能得到的非常宝贵的财富。所以今天是最后一期，我们所有的5组音乐人，也不光是代表他们自己在这个舞台上，也是我们所有音乐人共同出现在这个舞台上。希望我们大家一起吧，今天画下一个完美的句点。谢谢。走到现在的人肯定都是很强大的，肯定都是有自己的特色。就希望他们展示自己最想展示的东西吧。各位，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用最最热烈的掌声欢迎到的是我们的潮音新乐府，带来他们为中国潮音全新创作的歌曲《潮音起》，有请。先生，列位，该登台了，起！态度，变我的来路，明天自己开路，别再藏着掖着吃口百口。多少钱了，前人烟火前的点燃时代开库，但我站在蓝调，点燃时代战道，等到你身边肩膀我再入。无比这么快速，跟不上的退出，这点进化的毒，我从最初的土地底下破烂而出，1万年前的光和雾，沉睡的太久都永不生物，就将思念束缚，变成思念树木，我拖着脚步，看到你的孤独。过的是不为人知的路，想那个耐不住自己就是不知撤退，凝固的真的固执责累，弱肉强食的磨得强撑保持坚持不多累。其实真的很无所谓，不会被拖着末尾。生生不息，华夏为虎，睫毛是多。一切非常有重，乘风的雅乐，送银河洒落大地，世人与我一同舞弄共赏，潮音起。
那片顺着大地，肩上扛着旗帜朝着目标前进，梦想掌舵带我游走千里万里，把音乐带向世界，看那中国超英旗。周围的人们唱着丰收的歌曲，打开了门去迎接新年的期许，好运会继续传递下一个惊喜，放下烦恼去看那中国超英旗。生生不息，我何想维护？结盟行动，一起飞向宇宙。乘风的雅乐，送银河洒落大地，谁人与我一同舞弄共赏？生生不息，我何想维护？结盟行动，一起飞向宇宙。乘风的雅乐，送银河洒落大地，谁人与我一同舞弄共赏？超英旗。特别震撼，特别爽，大气磅礴，燃，有力量。我们5个人，完全5种不同的语言，5种不同的元素，可以在一首歌里面呈现。就这样的形式，就是这个作品最精彩的部分。但那一刻，我觉得是自己这段时间的一个起。我觉得什么叫超英，就是我自己这段时间对接触的人。遇到的事情，在我内心的潮起，我觉得这是超英起瞬间的那种，对。我觉得这个就特别的棒，就是在于彼此合作呢，然后互相关照，但是各自发光，然后集体聚成一个特别棒的一个光环啊，让我们看见的时候就是超英起，特别酷啊。超英秀我觉得是很震撼的一个秀，它基本上发挥了到决赛的这5组音乐人他们不同的特质。我觉得《超英起》这首歌我听完以后，就是整个想要站起来的感觉。超英起！我在看到这些国潮音乐人一起集结在一起，就像是复仇者联盟一样，已经创造出了最好的东西了。我觉得今天啊，还有一点非常的感动，因为我们真的是为我们的潮音新乐府配备了非常专业的2个乐团，我们也要感谢一下他们，好不好？首先感谢一下是我们左手边的静海音学院团的各位老师，谢谢你们。还有我们右手边的是我们的 TYT 民乐团的各位老师，谢谢你们。怎么样？对他们的首秀看到之后是什么样的一个感觉？来，乐府令，超音起3个字的起的时候。张亚东老师张亚东老师是很难被震撼的一个人，因为他已经见过世间万物了，但是居然超音起的时候不禁哇了起来，是不是？那个感觉特别为大家而骄傲。我们这一季起来哈，是。大家点头之外呢，出一些声音会配合的更好一些。谢谢。
我特别感动，不知道为啥，就是有点感觉像第一次在这个台上大家聚在一起的那种感觉。而且卢迪老师真的在台上今天非常有风采，整的一直调动我们的情绪，特别了不起。我再来2遍，我可能就要哭了。而且今天唱腔也不一样啊，节目时段，有一点那个 R&B 的唱法，非常靠谱啊。刚刚真的这个节目是看到让人热血沸腾，就是整个编排、整个情绪的起伏，不同的风格、不同的每一个人的特色，在一个节目里面有这么极致的呈现，这个实验真的是相当的成功。首先，我祝贺你们组成了一个最强的乐府，欢迎加入酷狗音乐人，并获得由酷狗音乐平台提供的100万资源扶持。同时，你们也成为了我们第1代的潮音新乐府。你们在新乐府里呢，也会有一个新的职衔，叫乐府丞。乐府丞，丞相的丞。乐府丞呢，在古代的乐府里呢，是我们乐府令的助手。所以在新的乐府里面呢，你们也有非常重要的任务，比如用你们的影响力，去号召更多的音乐人加入到我们国潮音乐创作的阵营，为第2季的中国潮音发现更多优秀人才。在此呢，我们真诚地邀请你们加入到第2季中国潮音的创作中来，在台前幕后一起帮助中国潮音走得更远更好。从刚刚的那首潮音起的表演开始，其实我们的5组音乐人的一个音乐的比拼呢已经开启了。那刚刚呢是他们比拼的第1个部分，那在第2个赛段呢，我们的5组音乐人呢将分别的搭档一位台上就坐的乐府令，为各位带来合作表演。潮音炸裂，充电无界。我是潮音满电大师，今晚是我们潮音新乐府全国5强将分别搭档一位乐府令，为大家带来一支合作表演。竞演结束，现场40位专业评审根据5组音乐人过往赛段经历以及今晚表现，为他们投出仅有的1票，最终票数高者问鼎年度最佳国潮音乐人。各位，马上就是短兵交接的时候了，有没有什么话想对彼此或者对大家来说的？我们就一个一个来吧。村长来吧！祝大家新年快乐，开心的玩起来吧！我是这样想的，刚才我看着大家准备，我感觉就有大年30、大年准备年货的感觉，就是高兴。你不喝个酒呀，我不吃个肉呀，咱们算个啥朋友？哎，嗨！交给鬼面。就玩呗，哎，高兴就行了，就是其他的无所谓了就。今天我们5组人没有人感觉是来比赛的，大家就是一起玩，然后就放飞自我来传达自己的心声。然后希望我们台上台下的人的不同的音乐可以感动不同的人群。来，有请各位入座。好的，各位，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的决赛呢即将正式的打响。那首先为我们带来合作舞台的呢，是我们的蒋亮与乐府令张亚东老师为我们带来《丰收》。中国潮音，新年快乐 ，happy 起来，黑起来吧，大家黑起来，黑起来！咦，好开心，好开心！我做的音乐只是为了让我开心，为了让我能手舞足蹈。咱们咋在还是兔子待遇呢？你们前面都在说开心春呐，春手。我一直以来都是这样的。村长，我没想到你这么表演，真觉得哇，好开心啊！ Lucky you, lucky me, lucky everybody.
因为每个人快乐的点是不一样的。我觉得他们今天这个表演就是真的准确的挠到了每一个人。嘿呀，不好啦，我手机也落家里了。村长一时忠于自个儿的美好，然后我觉得我特别为之而骄傲，特别棒的演出。蒋亮尽管其实他跟我不是一个类型，不是一个风格，但是我一直都很喜欢他。我不想破坏他的那个村长的这个头衔，所以就是入乡随俗，然后我就尽可能的去配合他。他还问我要一根头巾哦，是吗？他要绑一个，张老师要绑啊，他要绑一个特别的，就是乡土的一个造型要出来。那张老师绑的跟你一样吗？我不知道呀。丰收，我特别喜欢这首歌，就是想表达一个对丰收的那种快乐吧，就是惊喜和收获的时候那种喜悦。我想借这个机会，就是能一起演一个大国潮的那种丰收音乐啊。然后还有一些惊喜，就是还有我特别喜欢的朋友们都会来一起演出啊。
我今天演的时候其实挺感动的，就是因为这首歌前面开心，后面有一种得到的那种状态，就让我觉得就挺感动的。而且不管有的选手扣了谁，有的人可能先离开了，或者说怎么样，其实大家每个人都是来这都是收获的。最后一天录节目的时候能一起听这首歌，哇塞，看了这一切，什么都不重要了吧，真的。最让人眼睛一亮的，可能还是张亚东老师弹那个中阮。中阮在张亚东老师的手里就被弹出了那种布鲁斯的味道，也非常有一种喜庆，然后非常愉悦悦耳的味道。因为这个乐器我只玩了几天，所以我还是只能用吉他的方式弹，还没有把中阮的这个韵律和美表达出来。但是给我点时间，我一定会做到。特别棒。哎，我听说今天这个小帽子是你自己主动要求戴的，是吧？本来他要给我包头，包头巾，但是因为它上面有辫子，我要没辫子包了，没想戴上这小老虎更可爱，对不对啊？对，蹦的时候这两个像两个揪在晃悠。对，特别可爱。然后跟那个村长一起表演，非常非常开心。然后我觉得就1年过去了，我真的希望每一个人的辛苦付出都能收获果实。然后祝大家新的一年高歌猛进吧。哇，谢谢，都能丰收。接下来来问一下我们2位返场的队员们。我觉得真的很神奇，就像做梦一样。转眼间又回来了，哟，像没走开一样。我跟你讲，刚刚开场的时候，然后我不是说那个乐府新乐团他们一起上来吗？小石不知道是进还是退，来来回回无数次有没有？我们第2季后边飘那个外星人就是小石一张脸，一直在后边这么飘，就是他的石荣山来了，石荣山走了啊，然后就是这种。林夕，就也挺惊喜的。怎么有一种娇羞感？没有，就是什么村长有对象了？不是，哦，不是，终于要丰收爱情哦，不是，哇，这样的，哎呀，村长从第1季还是第2季相亲到现在，有人给你咩了，对不对啊？哇，哎呀，不敢接话了，现在我害怕。好，我们来，我们说一下感受，林夕来，不着急。干嘛？怎么村长挺优秀的，干嘛这么愿意撇清？他嫌我老。哎，比一般人在否定这种事情的时候啊，都是那种很义愤填膺的，你的身上就是有一种快乐的感觉。真的吗？他感觉绝望中的快乐，感觉人生也就这样。小石，快点祝福我。祝福村长早日找到属于你的幸福。我一样。谢谢大家，自牛牛的。好了，说一下这次合作的感受。我其实还挺惊喜的，因为村长，然后很想跟他合作，但他每一次他都选嘎怂老师，就每一次都没有合作成。是。然后这次就能跟他合作，很开心。然后这一次本来就是我挺想就是说，能跟其他所有选手一起回来玩这首歌的。后来名额有限，我就只能找了咱们开新春的。但是其实你演的时候，大家已经都站起来了。尤其等下嘎怂，我跟你说，我那05领了半天，好开心呐。我今天感觉特别亲切，对，就是上一次看着这么多人一块儿做音乐的时候，还是上个舞台，对，然后看见林夕了之后，感觉特别好，特别返璞归真的那种感觉，然后就被村长带到了这片田地里，然后看见村长就行吧，然后感觉看见亚东老师，就是感觉特别，亚东老师也是刚接触这个乐器，然后就敢把它往台上这个去跟大家展示什么的，我觉得这种状态是我们应该去学习的，对，所以辛苦大家今天的表演，特别棒。我想对村长说，村长，你那个就是这一场结束了之后不就结束了吗？然后你那个冰箱可以还给我吗？我已经把它卖了，对，我就卖了。我就换点生活费。他拿你冰箱啊？没有，因为我们在这里住的时候，其实就把那个酒店布置得像家一样。然后我看到村长每天在那里炒菜。
我们淘汰了，然后我觉得那个冰箱可能村长你会用得到，然后我就施舍给他，哎，没有，就是我就赠送给他，赠送给他了，对，赠送给他，然后还赠送了一些其他的一些微博的东西。咱们在这个舞台上聊的都是这么生活的一些事情吗？可以，因为太熟了，熟到已经完全没有任何艺术家的感觉了。对，这几个月在这边待的，真的就是每天，就感觉我感觉有点像做梦一样，每天睁开眼就是能听到大家练琴的声音，练习各种乐器，唱歌，大家那种开心的笑声，有时候半夜的时候，哇，我觉得就是好感动啊！我觉得生活中我不可能有这种时间能跟大家在同样一个地方待那么长时间，大家都在一块，只是为了做音乐而已。我觉得真的就像童话对我来说，所以我演这首歌时，我就有特别感动，我不知道为什么啊，我就觉得好像真的是。对，这个给了我一个特别美好的一个故事，就这段生活。接下来时间要给我们带来合作舞台的呢，就是我们的张嘎怂跟我们的乐府令张靓颖。哎呀，请了那个乖。结束了，村长。结束了，都结束了。我们的邻居生活结束了呀。结束了，再也闻不到你的火锅味道了。对呀，贝一点都不想哭。我是张嘎怂，我是一个好玩的音乐人。我会在西北去采风，去搜集一些传统的音乐。喜欢我的人，他们把我东西叫土潮。父老乡亲们，嗨起来，好吗？左手，右手，回头来，左手，右手。东村里呀，分两路口啊，我就应该多拉拉妹妹的手哎。薛老师，当我看你的时候摇头晃脑的，你觉得这种歌你是听着也？我是发自内心的喜欢和开心哦。我第一回见一个留大胡子的人在台上撒娇，鸡皮疙瘩一粒粒啊！美呀，美呀，太美了。开口啊，我一下子被你一拳重拳打在脸上，我被这首歌彻底打动了。我会真的一个人安安静静的放在耳机里面听的，它会让我回忆过去，回忆往事，回忆年轻的时候那段的。谢谢你们，太棒了。我这次参加中国潮音，想要把采风的西北的民间音乐，用我的表达方式，在这个舞台上我们来展现，让更多人看到。老王，你刷抖音吗？咱们刷，对，每天刷几个小时？15个小时，15个小时。那这冲击！我抖音刷的也很多，然后也会经常看那个嘎怂的，哇，很厉害，很厉害，很厉害。我觉得中国潮音总决赛，我的状态是最对的，这才是总决赛。最后就是僵尸病，还是我小时候的一些画面。我爸爸他们过完年之后去打工，然后女人在家里。晚上月亮照在窗户上，月光就洒在了炕上，然后那种思念吧，跟思念、跟月亮、跟情感有关的，我就想到一首老歌叫《月亮代表我的心》，用这个经典给这个作品里面再增加一些温暖的味道。你去想一想，你去看一看，月亮代表我的心。
说喜欢的事儿，你别答应人家。黑夜梦见嘎米来了高呀嘛给，我走手把窗子刺来了给高，刺了满炕吹，刺了高给高呀，四钱把我手砸了给高。到我嘎没到口家高呀，我走手摸要花把灯点着给高，灯盏点着你有没得个高给高呀，我吃的把高呀石头给高。嘎怂的那种民歌的小调调一出来以后呢，还是他的那个味道。但是突然来一个非常空灵的女生的音色，又唱了非常经典的《月亮代表我的心》的这个旋律的时候，你就会觉得那种融合是一种我在进步但又不忘根儿的那种感觉，我觉得非常好。亮颖的话就像是月亮中的女神，张嘎松就像是一个质朴的青年，用自己的方言表达着对这个女神的向往，以及那种相思的时候百爪挠心的感觉，我觉得还蛮质朴的。亮颖这次合作的感受怎么样？这是一个很神奇的体验。其实我们是很晚的时间才确定要这样的方式来合作。对，所以我刚刚也是整个过程感觉像做梦一样，很美好。然后呢，一切都是跟着直觉走。
我觉得这个歌很浪漫，感觉嘎怂老师他这个写的时候就是非常挠人，对，然后他挠人唱的也很直白，而且自从他上一期开始袒露自己有一些其他的感情啊，反正非常宝贵。黄河呀，我呀的个家哎，没有它我也活不下哎。就感觉他在这个舞台上越来越让我们更加了解他，所以非常非常替他开心，谢谢两位。谢谢。哎，你这刚给刚是一个什么？能给我们解释那个特别好玩那个发音啊？等着点着你有没得这高给高。我嘎怂嘛，尤其是嘎语，我有时候我会即兴唱一些词儿啊，飘子拉泡泡，我也不知道唱的是什么意思。就是你自己的那种词儿哈，刚给刚啊。哎，里面还有一句什么嘿骂月亮，那个是什么意思？那个好玩，那个是什么一个？我给你讲一下，就是我小时候母亲他们在家里，然后父辈可能去建设城市，他们去打工。小时候那个月光特别亮。有时候我妈妈可能她睡到半夜的时候，她可能就是猛的一下起来，她可能就是指着月亮就骂，就是对，也不是说指着月亮骂，但是给我感觉可能就是骂月亮的感觉，就是。我觉得我对他这个歌的理解，月亮是一个你思念的人，对，你可能骂月亮，你骂的是这个人怎么还不回来，是一种思念的情绪，所以我就想说，用一种最简单的，甚至就是纯粹的配合他，他就把很纯正的一个地方特色的一个味道表现到极致。我一直跟他讲说，我说你可千万别管我，你就唱，你就别让他分心了。对，我说你耳机里都不要有我的声音，你就直接按照你自己原汁原味的东西去唱你家乡的东西。因为我甘肃，我山西嘛，所以我觉得我们离得非常近，给我感觉就是家乡的感觉。亮颖就知道你们俩在一块儿，我一直期待，我想听你唱。你想让我来段四川话是吗？可以啊，满足我们一下吧。但好像区别不大。你问我爱你有多深，我爱你。这是一个广东人唱歌而已啊。你且想一想，你且看一看，月亮代表我的心。对，你当时应该用这个音唱，跟他搭，哇！你再加一些港给港什么的就可以了啊，很棒。我就是觉得有一个形容的语句很适合咱们的嘎怂老师，静如处子，动如脱兔。就是老师就是平时很随性、很开心的一个人，突然在台上就是很深情起来，那就是深情加倍，就展示了不一样的自己。然后张琳老师开口跪，谢谢。今天其实这首歌里有2个月亮哈，2个好像不同的月亮，但我们总说月有阴晴圆缺，2个月亮合在一起，这种合作就让我们感受到了一轮圆月的那种感觉。所以一会儿呢，也希望老师们在这个投票的时候能够多考虑考虑。我们要感谢2位今天给我们带来的精彩的合作，谢谢2位，谢谢。别弹了，弹了跟没电似的。弹不动了，跳不动了。Low power， 累到密码都想不起来了。没电了，来充电。给身体充电，喝外星人电解质水。本节目由外星人电解质水冠名播出，给身体充电，喝外星人电解质水。本节目由康师傅红烧牛肉面联合赞助播出，潮就要这个味。朋友们，接下来给我们带来合作舞台的，让我们一起欢迎到的是裁缝铺和乐府令大张伟。加油！燥起来了，当老师。燥不起来。让我期待。还行。大家好，我们是裁缝铺乐队。裁缝铺呢有好几个意思，然后第一个意思是裁缝是一个手艺活，其实就是想踏踏实实的干点事儿，做点音乐，
然后我们做的音乐也是中国的乐器与其他音乐的融合。妈呀，太感动了！我这个好好啊！我觉得音乐是包容的，然后呢，做出一些首先是好听，然后其他要敢于尝试一些不一样的，相对有一些实验意义的音乐方向。裁缝铺他们每次的演出让我们只有一个评价，就没有必要这么好，就是心底开花儿，就是那种感觉。明明是一个有很多幽默感的元素，听起来又是一首特别悲壮的，就有点荒谬的，但是我很喜欢。我比较庆幸是我们之前的作品有观众不仅听懂了，而且还有一个比较深的解读，而且还解读得非常对。他们就即便在这样一个歌里，也还是保持了自己的那个比较缺的编曲方式。我觉得甚至有一点傻傻呆呆的，但是那就是你们的特质。这样下去。太棒了！是我今天晚上最喜欢的一个舞台，好高兴。我觉得视觉上面很特别。裁缝铺的音乐目前给大家看到的是以一个单曲的方式，配合着视觉画面，输出我们的一些想法。然后呢，我会对剧场的那种戏剧的方式比较情有独钟。我希望在裁缝铺接下来的音乐方向还是想要回归到剧场，把更多的比较有趣的内容装在一个完整的舞台的表演。我们觉得就是潮音在最后一期我们出现了，然后我觉得潮音是要登高嘛，就是取这个字面意思登高。但实际上呢，登高也是一个我们这个杜甫非常经典的，就是在诗词当中是天花板级别的。然后杜甫的情绪又是一个特别悲壮的这样一个情绪，家国情怀很大，然后一直都是哎呀，就我也是这个性格，就是愁这个那个的。然后李白就是非常洒脱，戴老师就是刚好是他的性格，整个状态感觉也很像李白啊。这个作品想表达的是以乐喜哀，所以说，就这两种情绪，我是觉得都是要放出去。你要洒脱，你要满足于现在，然后你要开开心心的生活。我好惨，就是我这好惨，就是感觉人能惨到这个程度也是不容易了，我好惨。然后但是呢，你说。就惨成这样了，后边人生得意须尽欢，对吧？然后我觉得就特别的释然。小爱，竹径沙白鸟飞回，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艰难苦恨繁霜鬓，聊到心停浊酒杯。风起天高猿啸哀，初经沙白鸟飞回。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当那个诗歌出来的时候，我就特别能够共情了。我就觉得他们就做了一个非常好的尝试，因为他们愿意用这些经典的诗词来传达他们在当下的乃至是在未来的这样一个可以跨越时空界限的情感和思想内核。我觉得这其实是一件很好的事情。裁缝铺他们的美学一直给我感觉是那种很克制、很简约，但同时它在留白中能够给你非常大的想象力。它塑造了一个非常广阔的一种精神空间，非常一体的感觉。然后还有那个演唱上面，它还融入了一些京剧的东西。其实给古诗作曲不容易的哈，但是呢，这首歌我觉得它够上口，够好听，就是很有意思。两首诗的情绪和性格不同，我觉得，一种是有家国情怀的。然后对于这个世界，他老年了还在一直关注着，一直发愁啊等等这样的情绪。那李白又是仙儿一样的，很豁达。所以其实我们每个人应该有这样的一个，我认为是一个价值观，就是一定要在乎我们身边的每一个人和世界上发生的每一件事儿，然后并且也要自己开开心心的，有这样的一个非常良好的一个情绪和状态。裁缝铺就有一种。我觉得它特别适合目前这个时期，因为疫情，大家可能前一段时间比较好这种 EDM， 就感觉特炸，梆梆梆的，所有人都要 party people。但是因为疫情，让所有人回归了家庭，它其实需要一种很平稳的反思中又有一种释然，所以我觉得裁缝铺在这个时候出现，非常符合目前的这个心境啊。我们来听听看，还有几位前辈们他们听到这个作品的感受，好不好？好听，是，真诚点，薛之谦，不是真的好听。唯一的遗憾啊，唯一的遗憾就是你穿的跟丝一样，在他们中间。我平时穿一身白吗？我是特意他们让我穿身白，我穿身白的。有一种他们是杜甫，他是李白的感觉。对，我李白嘛。因为他是李白，算是杜甫的前辈。那大老师也是一样，然后，再加上那个《将进酒》里面有岑夫子和丹丘生，也是李白在写他的前人，然后我们刚好一层、两层、三层，很有意思，对。我就觉得特别潇洒，快意人生。我最喜欢整首歌在哪儿？一个是你们这个动作。很欢乐，然后到 ending 的时候那个笑，那个笑声的那个层次感，真的，我觉得它不仅仅是说给人一个简单的氛围，是真的让我们所有人都走进去了，进入到一个很豁达的一个人生的状态。大壮也经常会说一些话，他就是一个特别豁达的人，特别说啥都是嗨，也不就这样嘛。对，对，就特别像他。谢谢你，现世李白就是我。谢谢各位，谢谢各位啊，谢谢各位，承让了啊。我特别感动，我也不知道为啥，就感觉裁缝铺几位老师越来越有大师的感觉啊，在台上。不管是音乐还是在舞台上台风都特别厉害，然后最开始听吧就感觉非常悲伤的一首歌，然后大老师出来更加的悲伤，不知道为啥，越是这样越让人觉得很可怜。你真的过年说话注意点，你在说什么？不是，就是越让人觉得吧，就是情绪很多层次，就不是外表看上去这样。对，
最后大家一起在那儿有集体动作的时候吧，就又更感动。感动一方面是这个情绪达到高潮了，一方面又是啊，原来最后一个节目还看彩虹服还是像最开始那样，有一些东西还是没有变，我就特别感动。我就是觉得刚才最后的那一幕真的非常感动。今天下午还做台里的那个访谈的时候，我说小的时候一切感觉都在向你聚集过来，你觉得一切东西都向你靠拢。在上了年纪之后，觉得所有事情都是在离你远去的，是一个消散的一个过程。所以刚才他们几个人背影走的时候说罢了，然后笑的时候，我觉得哇，好感动。我觉得可能所有东西最终都是一个背影，但是可以用一个很好的心态去面对这个。我特别喜欢这首歌，因为我不太会说什么话嘛，然后就是我听完以后有一种那种民族自豪感，你知道吗？就是这不是吹，真的就是忽然有那种感觉，然后到后面大老师加入进来以后唱的那个东西，我真的就是忽然就 get 到，就是您之前的一句歌词，就是为了不哭大声笑，真的是特别好，特别好。然后我就是特别理解，好。啊，对啊，这句话确实是为了不哭大声笑，这种感受，一句话其实概括的特别清楚。真的是，我真的说过不少名句，这怎么这么棒？大张伟也是，他很喜欢讲笑话。其实他的很多玩笑的背后，他有他自己很系统化的一套道理，他是自己先体会了，先认可了，然后来讲给别人。你看他们嘻嘻哈哈，互相开玩笑。我跟你说，大张伟是全场最严肃的人，